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地球守护者》这本书。通过前世回溯呢，发现了自己的前世是来自于外星人的男子菲尔呢，在催眠师的帮助下呢，在前世的文明中找到了地球物种起源和历史之谜。那地球最后的归宿呢，是一场大灾难吗？我们的未来将如何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啊，地球上的前世外星人。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在1931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朵洛丽丝呢，是位资深的前世回溯催眠师以及心灵研究者。在催眠的过程中呢，有些人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前世并不存在于地球，而是外星球的居住者。因此外星文明也成了朵洛丽丝关注的议题。他从许多催眠的个案中呢，就得到了关于外星城市的零星资料。如今呢，数量已经累积处可以拼凑出全貌的收成阶段。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个例呢，就是一个叫做菲尔的年轻人。他的前世呢，是来自于天狼星系的一个外星人。随着催眠过程的持续呢，菲尔就带着我们看到了一个叫做三尖塔文明的外星种族。前往三尖塔星球的门户呢，就此打开。事情呢，就发生在这次的催眠。当菲尔正从三尖塔的层次发言呢，他在那里有一条管道，能够知晓地球历史的所有知识。他可以透过先前通过星际沟通的系统呢，进入知识管道。由于这是他家乡的星球呢，所以这里的能量与他兼容，因此呢，他具有获得这些记录的强大能力。当我们正在探索并寻找有关地球秘密的事件的解答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地球的人种。世上这些不同的种族呢，最初都是从何而来呢？我们所称的黑人、黄种人、印第安人、白人的不同，他们的起源又是为何呢？菲尔缓缓地展开叙述他说这些肤色以及外貌的特征呢，不同的种族呢，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在早期呢，旅行和交通呢还是不是很方便，某个部落呢可能会世代定居于某处，因此他们的生理特征呢就反映了他们所居住的环境，这就是种族的由来。他说地球曾经还有些种族呢，像是绿肤的人、蓝肤人，用地球的话来说呢，已经绝种了。绿肤人呢就是在丛林与绿地因此有着绿色的皮肤，而蓝皮肤的人呢就是住在海边，有着蓝色的皮肤，像阿凡达一样。而人类呢也有紫皮肤的人种，是一种基因突变。在特定的时候呢，人们会说脸色铁青或者是脸色气的发紫，而这些颜色呢被用来描述肤色并不是巧合。这些物种呢都没有存活下来。今天我们看到的各个人种呢，就是那些存活下来的种族。当环境开始变得有益于生命发展的时候呢，也就是地球得到了生命许可证的时候呢，生命的种子才在地球的各个区域被播散。要将生命带到这个星球呢，需要做事先的准备，而这件事情呢，就清楚地记载于宇宙历史的记录里。决定开始地球展开进化的时机呢，是由一群外星的高智慧生命他们通力合作而进行的。在研究该行星的环境和条件后呢，他们会决定这个环境是否足以供养生命，生命因此被给予到这个星球。那这些细胞是从其他高度进化的星球带来的。地球获得生命许可的时候呢，宇宙已经有许多的星球有生命体居住了，因此呢，细胞是来自于这些星球，播种呢也包括灵性播种。那灵性播种呢是带给一个星球光明和知识，对个体的启蒙也是播种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当然了，随着地球的生命体的发展呢，人类到现在也在考虑把生命带到其他的星球，这就是进化的整个过程。当科技发展到适当的程度呢，人类就可以航行到别的银河系，在那里呢会有更多比太阳系更适合居住的星球。而这次的催眠开拓出的有趣的思考路径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投入许多的心血在太空探险，他们想在一个荒芜的星球上创造生命，这也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一旦这个想法成功呢，这些被创造出来的生物呢，会将我们视为他们的上帝吗？这种事情呢，可能曾经就发生在远古的地球。那为什么这会让我们觉得这么不可思议呢？在接下来的催眠中呢，电梯并没有停靠在三尖塔星球。当电梯门开启的时候呢，菲尔说他看到了森林，右边有一架银色的飞行器，正等着3位成员呢从森林回来。这个景象听起来有别于之前提到过的任何一个星球或者是城市。经过菲尔的观测呢，他说这是一艘侦察的宇宙飞船，只用在短暂的飞行。这里呢似乎像是地球，这让朵洛丽丝兴致盎然。根据他的回溯经验呢，菲尔现在看到的是他真实经历过的前世，而非之前提到过的印记了。那这些母舰他说是雪茄形状的载体，许多地球人呢都宣称看到过这样的不明飞行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母舰种类。
母舰甚至还和更大的飞行船相连，它们来自于裸眼可见的星群仙女星座。这个时刻呢，造访地球的某些外星生物呢，也是来自于那里。菲尔就说他们3个人正在探集土壤以及植物的样本，因为地球很快就要接受滋养生命的任务了。在这个星球被播种之前呢，必须对星球的适宜度做研究，这里的条件必须满足滋养维持生命。探索的样本呢，会被送到中央或者是超级宇宙来分析。而朵洛丽丝就发问呢，那这个中央在哪里？菲尔就把中央呢叫做哈瓦那，中央宇宙或者是超级宇宙，它是万物的源头。那这个词和我们的天堂 heaven 呢就非常的相似了。那这是否是巧合呢？如果这个宇宙里这就是万物创造的中心点的话呢，宇宙万物由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照此说来呢，那些人类已知和未知的来访地球的不明飞行物他们的任务和目的呢，大多都是完善地球播种工作，就像把细胞放入一个适当的培养的环境一样，然后呢让它们萌芽生长。在地球达到播种阶段的时候呢，另一个星球的意识呢将被注入地球的灵魂体身。那这个过程呢会一直持续，因为宇宙中总是有星球准备好接受其他星球的播种和意识注入的，这就是播种星球的概念。而地球的历史呢尚不到完结的时候，这里还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去完成。然而许多的人呢会带着地球的经验到其他存在的层面和星球，帮助他们绽放乃至于播种。而这可以只发生在灵性和精神层面，或者也可以是实体层面，它可以是转世到另一个星球，在那里应用来自于地球的经验。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在散播能量，而地球的能量呢是特殊和独特的，它可以传播到那些需要外来清新以及崭新的心智能量流入的星球。菲尔继续他的描述他说他们3个人的身材矮小穿着亮银色的服装，服装包裹住全身，这是因为他们要穿透地球大气层紫外线之故在那个时候地球的大气层还不是十分的稳定，所以有很强的辐射穿透。而这些生物呢，在外观上所穿的这个银色的服装呢，就有保护的作用。他们完成采集工作之后呢，就驾驶飞船离开地球了。但就算是他们的工作再精密，还是无法避免发生一些事故。所以有一颗陨石就撞击了地球，而导致了地球的土壤被污染。这也就是地球上有各种疾病的缘由了。如果计划没有被打乱的话，地球是没有疾病的，只有自然死亡。当这种干扰被外星生命体发现的时候呢，地球的播种程序已经完成了，人类开始和疾病一起演化。而宇宙的管理者呢，只能举行会议呢，确定渗透的程度以及可采取的方法和选项。会议中就决定呢，由于蔓延的情况已经到了无法使用任何的手段来改善的情况，因此呢，他们就决定让这个情况继续存在，但注入一些补救的方式。于是可以长寿和抵抗这些疾病的原型质以及基因的信息呢，就被给予了人类。当人类到达了一个不能够再自行成长的阶段呢，这些外星人便提供了一些被理解的概念呢，来引发这些原始人类思考。从原始人类的角度来看呢，非常深奥，以至于他们为了见到神呢，自古就有许多特殊体存在的说法。各个国家都有神的降临，他们被古人认为是来到人类部落帮助人类的天神。那讲到这里呢，朵洛丽丝就发问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呢，那些神是来自于外层空间，他们和人类部落生活在一起而教导人类事物，这是事实吗？菲尔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说他们是传递真理和宇宙能量的使者，曾经有许多呢来自于其他存在领域的智慧体生活在人群之间，即使停留的时间很短呢，他们也提供了适合当时人类社会的援助以及教育。但通常呢，人类并不清楚有一些确实是来自于其他星球的旅行者，有些呢则是来自于其他存在的层面。由于自然界有许多的非物质本质的存在层面，因此有些人呢，他们可能是来自于一个我们根本无法描述的地方。有些先进的旅行者呢，来地球造访后呢，确实被视为神，然而他们的角色呢，仅是提供援助或者是照顾。那地球的历史上，人类对这些外星人的回忆都怀抱着高度的尊敬，他们被崇拜，被认为是具有神的本质，并被神化。而原始的文化里有许多关于外星人造访地球的例子，通常呢，他们都是造访特定的部落的领导者，因为这些部落的领导人呢，最能理解状况。不过在当时呢，要给人类多少信息曾引起过很多的讨论。后来决定呢，缓慢稳健地提升原始社会的意识，会比用大量来自于外星的知识轰炸颠覆来的适当。因此呢，给予了数据的大多都限于非常实际和实用的领域，譬如说如何寻食播种当社会发展以后呢，开始有些所谓的知识的保管者，他们是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
对于这些外星人造访的意义十分了解，然后透过这个个体的意识逐渐提升，才有了将造访的时间、交谈内容慢慢拓展，直到包含地球与星体之间的相关位置。这样一来最终才有了可以教育原始社会，譬如高等的天文学。这样的心智旅程非常有趣。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既然是经过了外星朋友的帮助，那么外星人的基因在何处呢？能否被人类探知到呢？菲尔说，在地球上也存在着外星基地，只不过是在这个星球的偏远地带。那么这些基地被隐藏得很好有些甚至居住在地球的地表之下。那关于地底文明的知识和记载正是知晓真相的人在协助启蒙地表的人类，不只是协助他们接受地底生物存在的可能性，也帮助他们为未来的接触做好准备。那从地理上来说接近南极圈的下面那里居住着本质上跨次元的生物。菲尔还说，在百慕大三角洲也算是一个入口，那里的神秘消失的事件和地表下进行的活动较为有关联。不过他们不会干涉地球的重大发展，人类的集体命运终究还是要由人类自己来决定。那在这次催眠之后朵洛丽丝和菲尔就用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平缓情绪，收集资料和整理内容。最后一次催眠菲尔走进了三尖塔。这次的知识管道提供了有关于地球未来的信息。地球的终极是人类的意识提升到宇宙的层次与外星人成为兄弟，而不是附属的或是次等的。但外星对地球造访会一直持续，而地球上的变故太多因此外星文明在寻找另一个星球，被提供给不参与地球最终的大变动的人类来居住。外星人有必要了解那些会选择移居到另一个星球的人类在生物学上的状态，而且他们不会将地球的污染带到那个星球。那些选择离开的人将会被仔细的过滤和检验，因此基因和生物学上的缺陷瑕疵才不会出现在那里。只有生理上最适合的人被运送，这样种族的进化才可以没有缺点嘛。而人类的基因库里有许多的缺点，比如在心智和肉体上的畸形这些都是不受欢迎的。菲尔被选择参与在这个计划里面，他现在选择将自己置于被实验者的位置因此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这个经验。而朵洛丽丝当时就非常吃惊这就意味着地球将来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大变化，而导致一些人要移居外星吗？关于这一点菲尔谈到如果真的会发生核战或者是自然灾害的话，陨石撞击等情况，那么有些人可以选择移居到另一个星球。那这个选择在地球即将来临的地轴变动时期会被提供。会有人选择留下来收拾残局或者是重新开始或重建地球，这些选项都会被提供，并将完全依照每个人自由的意愿来进行。自远古以来地球被播种、滋养和看顾此时另一个星球已经获得了它生命的许可，已经准备好了供人类居住了。而人类的身体形态与那个星球相融，正准备成为那里的新种族。历史在不断的演进当中只是会不断的重复。正当你的星球准备好接受猛烈的创痛变化的时候另一个崭新的未经过污染以及未遭受破坏的星球已经为那些即将踏上旅程的人做好了准备。在地球即将面临大变动时期许多人不会生还，有的人会渴望移居他处，但愿地球曾经犯过的错误不会在那颗星球上再次发生。到了那个时候人类会实现肉体和3度空间的全体运输，宇宙飞船会被当作运输工具。这颗人类移居的星球并不在太阳系，但是在银河系里面，而那里从很多方面来说都和地球非常相似。不过人类的身体将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然而那个星球的支持的能量最终会置于地球能量所遗留的不平衡。他说此刻那里还没有生命，然而那些具监护以及建设本质的高智慧生物仍然在那里为选择这个星球的人类进行准备工作。菲尔就说，当人类移居到那个星球上时并不会失去对地球的记忆，但只有那个星球最有建设性的人才会被允许迁移。当然了，会有人选择留在地球清理残骸，换句话说那就意味着重新开始。而外星人也将提供多方面的协助，在地球建立一个更完美结合的身心灵。留在这里可以学到许多和坚强有关的课题。那些选择离开的将在另一个星球开始新的文明，他们会是留在地球上人类最亲密的兄弟。那这个星球的名字此时还没有地球的语言相等的翻译。然而在灵性的实相上这个星球有个振动频率，选择居住在那个星球的人将被赐予命名的责任。朵洛丽丝迫不及待地就问他说，那个星球的人们居住的环境会是如何的呢？即使那样完美的星球真的存在
要放弃地球这个家，我们的世界人类的内心还是会抗拒的呀。菲尔就回答道说，那里同样会有你们建设的城市以及社会的技术。然而呢，外星人会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观念呢，来帮助人类建设一个更完善的社会，没有现在社会的偏见与限制。到时候呢，将会有来回穿梭的人，他们会把在这个新的星球学到的呀，整合到地球来。届时呢，会有知识的分享交流，而地球呢和新世界也会有心灵感应式的沟通。不过人类需要进行大量的学习啊，才能够使用并增进这种能力。最终呢，所有的人啊，都将会在心灵层次相互沟通和感应。就这样，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呢，菲尔睁开了眼睛，出乎意料的呀，就离开了催眠出神的状态。他只是说呢，我很抱歉啊，我醒了。催眠至此就中断了。经过了这次催眠的梦境呢，菲尔之后啊，就再也没有和朵洛丽丝联系了。直到几个月后呢，他突然就接到了菲尔的电话。菲尔说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强烈的暗示他和外星人有一次接触。而梦中一个灰色的小外星人就给他了一个小黑盒子，小灰人就告诉他说，这是为了要让他记得血缘的传承。他原是属于另一个种族，但他无法开启盒子，而这个盒子呢将被放回宇宙飞船上。等到有适当时机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打开。但是菲尔知道呢，他很有可能在这一世都永远无法得知里面的内容。当他的生命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有关他的来处以及命运的资料呢，才有可能会释出。菲尔不再接受催眠他开始了平静的生活。当然了，他从未放弃呢对自我潜意识的探寻，只是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嘛。观察和注视着我们的外星访客呢，无论以哪种方式他们都是来防止人类自我毁灭，拯救这颗星球的。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集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